嘿，大家伙儿早喽！3月20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啊！而且今天的日出有点好看。昨天是令人兴奋的一天，是不是？第一是昨天的无锡马拉松，也终于有了特邀的国外的高水平选手。另外，我国2位优秀的选手，不仅是破了国内的纪录，破了赛道的纪录，而且更关键的是达标了世锦赛和奥运会。奥运会的达标好像是2小时08分10秒，这放在以前看，对我国的运动员是个挺大的挑战。虽然大家可能对国内马拉松的解说有好多的看法，但是其实这种项目的解说大家都一样，很难说的特别的全都是特专业的东西，说2个多小时。但是他说的一个话我觉得特别对，就是奥运的达标会随着马拉松的全世界的水平的提升会越来越难，所以我们还需要再接再厉，但是已经很不错了。另外让人激动的是，我到今天早晨还在看评论，有好多昨天跑马拉松的小伙伴都创造了自己很满意的成绩。我觉得2023年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而且有很多小伙伴是自己的第一场正式比赛，拉开了自己跑马拉松的序幕。我也从好多评论里看到一些小伙伴说的一些赛场上的情况。今天咱们先聊聊昨天这个让人激动的一天。今天轻松跑了，又把阿尔法 Fly 穿上了，继续跟它适应，加油干吧！看日出怎么样？马上就要被楼挡住了，眼睛都晃出了一片白影。看经常跑的这个路边的花儿，开得很茂盛啊。昨天到今天早晨一直看小伙伴们的评论，有很多印象都很深刻。有好多小伙伴首马跑出了很不错的成绩。之前在评论区有小伙伴担心无锡马拉松他在比较靠后的位置起跑，最后也拿到了很不错的成绩。像参加大众马拉松的小伙伴们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，就是如果您的目标配速达不到4分钟，您真的千万别按前几，就是前1、2个区域，如果不是那么严格的那种马拉松的话，因为非常危险的。一上来大家都冲出去了，如果您后边一个人碰您一下，您一歪，再被碰一下摔倒，基本上是反应不过来的。大众选手参加马拉松就是会有这个困扰，就像北京马拉松，我在很靠前的地方起跑，其实前几百米人也是很多的，要时时刻刻小心脚下。你想，如果一场冲成绩的马拉松，比方说你起跑的时候鞋被踩掉了或者怎么着，基本上这个成绩肯定就达不到您的预期了。所以马拉松的起跑还是挺危险的，我觉得。我印象特别深，一个小伙伴分享在赛道上掉速的经历。
要按照415的配速完成，破3小时，到最后几公里怎么都顶不上来，也不抽筋儿，就是顶不上来。哎，这个就对了。像我一路跑来，我总结马拉松比赛的几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，你跑到20多公里就跑不动了，就开始走路，走走跑跑。然后呢，完赛的时候觉得自己被消耗的比较大，但是不是那种精疲力尽，因为你跑不动了。第二个阶段呢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就是你可以跑得动，然后跑啊跑啊跑，跑到后边的时候呢抽筋儿了。这个在评论区我也看到小伙伴经历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是你的肌肉不太适应长时间、长距离的工作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时候就开始体现出积累的力量，不光是积累跑量，还要积累一些距离够长的训练，增加单次跑步的长度。我看评论区好多小伙伴因为试的是我的这个建议而获利。你也不需要说一下猛的加，比方说你现在跑5公里每次，你一下加到20不现实。我的建议就是，如果你现在是5公里，那试试8公里；如果现在是10公里呢，试试14公里；如果现在是14公里呢，试试18。21公里我觉得就是上限了，就日常训练的上限，不算上长距离训练的话。其实对专业运动员21公里都多，因为人家是一天2练，大多数人做不到，就只能这样。大部分的跑者，如果单次的训练在15公里左右，马拉松的成绩应该已经很好看了。当然要积累一段时间啊，1-2年。第3个阶段就是昨天那位朋友说的，心肺没问题，也不抽筋儿，就是速度眼看着往下掉，但是呢掉的不明显，几秒。像去年我的北京马拉松，就是最后的5-6公里，大概掉了3到5秒，你就是快不起来了。这是第3个阶段。第4个阶段我体验过一回，就状态特别好的那次比赛，副中心那次就没有掉，并且最后还能加速冲刺。从第3阶段到第4阶段，我觉得靠训练积累可以，但是还是那个定律啊，就是你越追求极致，要付出的就越多，就越来越难，真的很难。对大部分选手，包括我，就是看状态了，看身体的调整，赛前的准备，就没有什么秘诀了已经。所以大部分选手能够达到第3阶段，就已经很棒了。包括我现在，我就很知足了。到东京马拉松最后那1公里，我有点放了。也有小伙伴说，4分15的配速跑全程马拉松和4分钟的配速跑5公里，还是5公里简单。那可能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。还有一个小伙伴的评论印象特别深刻，就是他跑了2小时51分多，他说早知道再顶2秒的配速了。但是其实我相信，可能您顶不上来，有时候就是1秒钟压倒一个人。大家跑过很多全程马拉松的，或者说真的冲过自己极限成绩的，应该都能体会，1秒钟就压死一个人。
所以但愿我们都能开心的往下跑，也祝愿屏幕前所有的您要跑马拉松的您能够跑到我刚才说的第3个阶段，咱们一起加油干啊！哎，3月20号星期一清晨6点54训练结束。今天早啊，今天跑得短，12公里，55分钟，平均配速4分38，心率142，步频195，功率209。今天是肌肉有些疲劳，大强度的奔跑之后，小腿的肌肉会更多的疲劳一些。而长距离的匀速奔跑之后，大腿和臀部的肌肉会更疲劳一些。所以像我跑马拉松比赛的话，跑完的时候，小腿包括第2天和未来的这几天疲劳期，小腿的疲劳程度都很低的，主要都是大腿和臀部的肌肉。昨天跑完比赛的小伙伴，今天可以肆无忌惮的休息1天了。当然肯定是要工作啊，除了工作，我说的是训练这个事儿。饮食呢，今天也可以放开了。昨天还是应该稍微的清淡一些，因为马拉松啊是一个挺消耗的一个项目。很多时候，如果你真的到极限的话，你最后你的肠胃，尤其是小肠，会有就是供血的问题，然后造成呢它可能黏膜有一些损伤。这是一个教练跟我说的。所以好些人跑马拉松跑到最后肠胃不舒服，或者跑完以后吃饭肠胃不舒服。所以昨天可以控制一下，今天就没事了。今天可以大吃大喝2顿，之后又慢慢回归一个训练的生活。今天跟大家伙分享我认为的马拉松的比赛的4个阶段。我觉得普通人很难达到第4个阶段，很难，几乎不可能。但是半程马拉松是可以达到第4个阶段的，而且不用很长年限的积累，差不多我在4年前就可以做到半程马拉松可以全程冲下来。你到最后只是遗憾的是自己的速度能力不够。回头再跟大家聊半程马拉松。大家也有好多小伙伴，我看评论区说，要有参加一些半程的比赛，想让我分享半程的经验。其实我之前也说过很多期，大家可以搜一下，在我的频道里，然后我再想想还有什么跟大家聊的，好吗？那我们就这样，还是祝大家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我们下一个赛场再创好的成绩，加油干啊！